你既然要修炼的劲武技，那我就要为你准备一个特殊的场地了。春武说道。真是懂我者春武师姐也，我今日来此就是为了这件事。话到此处，楚风也不卖关子，而是说明了自己的来意。我难道会不懂你吗？随我来吧，我带你见识一下我缥缈先锋一个神奇的地方。春武撇嘴一笑，随后便向殿外行去。见状，楚风则是赶忙跟上，因为这缥缈先锋真的很是特殊，他就知道春武他们修炼武技的地方定然是有特殊的场地，而他也很想见识一下这缥缈先锋上的独有的修炼武技场所会是什么模样。毕竟这里的一切可是传自远古。果不其然，在春武的引领下，楚风他们穿过数个守卫森严的关卡，这才来到了一座山峰之上，并且在这座山峰的外面还布置着一道坚固的结界墙壁，哪怕是春武也要通过特殊的结界钥匙才能开启。登上山峰之后，楚风才注意到这座山峰很是辽阔，但是在这辽阔的山峰之巅，却只有一个高不足10米、宽不足3米的小塔。这塔不仅破旧，看着更是寒酸，但是那种古朴的气息告诉楚风，这座破旧的小塔绝对不简单，多半就是这座山峰真正的关键所在。于是楚风直接向着座古塔走去，靠近之后才发现，这座古塔的顶端写着5个字：武技修炼塔。楚风师弟，这便是我缥缈先锋最神奇的地方之一，武技修炼塔乃是修炼武技的圣地。果不其然，如楚风猜想一样，这座破旧的小塔的确就是修炼武技的地方。因为眼下春武已是将小塔的门打开，而打开之后，楚风透过塔门看见的并非是塔的内部，而是一个世界。这座塔是通往另一座世界的大门，好厉害，竟又是开辟出的独立空间。这缥缈先锋可真的是一座宝地。楚风惊叹不已。随着他见识的增加，他已是知道强大的界灵师可以开辟出独立的空间，所以楚风很清楚，无论是先前的武文仙境，还是这武技修炼塔内的世界，都应该是由强大的界灵师开辟出的独立空间，这是自然。我们缥缈仙锋若是一无是处，诛仙群岛也不会一直想要将我缥缈仙锋占为己有啊！若不是有我师尊威胁着他们恐怕早就对我缥缈仙锋动手了。不妨偷偷告诉你个秘密。突然，春武放低了声音，在凑到楚风耳边后，仍选择用传音的方式来告诉楚风，这缥缈仙锋之上，神奇的山峰还有很多，哪怕我师尊是此处的守护者，但是有几座山峰却是他也无法登陆上去的。所以这缥缈仙锋到底还有着哪些特殊的地方，蕴藏着怎样的特殊力量，连我师尊都不清楚。来自远古的产物，果然非同凡响。楚风先是点了点头，随后问道：春武师姐，这武技修炼塔除了开辟出的独立空间外，还有何特殊之处？为何你说这里是修炼武技的圣地？这个还是你自己进去体验吧。只要记住一点，这里面凡是你能看见的，都可以随意摧毁，哪怕是活着的人，或者强大到无法战胜的存在，也不要惧怕，相信我的准没错。最主要的是，不要走得太远，更不要忘记回来的路，不然回不来的话，我可是救不了你的。春武一脸神秘的笑道，说的这么撂点，搞得我迫不及待的想要见识一下此地的神奇之处了。听到这里，楚风已是急不可耐，脚步一迈，便穿越古塔大门，走入了这个独立的空间之内。进入这座空间，楚风发现这里没有太阳，没有蓝天，没有白云，头顶的一切是昏沉沉的，脚下是黄沙，远处是狂风，呈现给楚风的第一感觉就是2个字：荒凉。而回头观望，那道门还在，而春武就站在门外，正笑眯眯地看着楚风道：切记，你修炼的乃是的劲武技，绝对不可急功近利，一定要适可而止，谨记师姐教诲。楚风一本正经地对着春武鞠了一躬：你这家伙，本姑娘懒得管你，自己玩吧。见状，春武故作生气地撇了撇嘴，便直接将那塔门关上了。但是在塔门关闭之前，有一个声音却是传了进来：每日3餐的时候，记得回到此处，我会定时来给你送饭。这丫头真是不错，楚风要不要考虑收了？反正你已经有3个未婚妻了，不差这一个。这一刻，楚风体内的淡淡笑嘻嘻的道：你想多了。楚风也懒得理会这丫头，而是身形一纵，便腾空而起，仔细地观察起这个世界。飞行了一阵之后，在这荒凉的沙漠，竟出现了座座翠绿一片的山脉，并且在那山脉的上方，天空竟也不一样，那里乃是蓝天白云。在这混沌一片的沙漠之中，出现这样一处景色，当真是与众不同。而绕过山脉之后，楚风竟然看到了一片茫茫大海，海上巨浪滚滚，甚至还有海兽的咆哮。这乃是一片危险的海域，因为在海面之上飞行，楚风时常能够看到海兽厮杀的场面，不仅残暴，更是血腥，并且那些海兽不仅体积巨大，实力皆是很强，最弱的都是天武巅峰，大部分都在武军境。又在这茫茫大海之上飞行了一段，楚风在远处看到了一座碧绿色的海岛，那座海岛漂浮在海面之上，本无异常之处。之所以会引起楚风的注意，那乃此刻那座海岛的四周海浪翻滚，很是怪异。仔细一看，那海中竟有着10几条巨大的海蛇，那海蛇真的很大，每一条都长达100米有余，不仅尖牙利齿，身上也尽是亮晶晶的鳞片，宛如铠甲一般覆盖他们的肉身，使得他们坚不可摧，并且他们每一条都有着9品武军的气息，而他们的气息甚至比寻常的武军巅峰还要强大。眼下这10几条海底巨蛇正在龇牙咧嘴地对着那海岛发出刺耳的咆哮。起初对于这一幕，楚风很是不解，想不通这10几条海蛇为何围绕着一座海岛大发雷霆。直到那海岛突然颤动，一股异常强大的气息爆发而出后，楚风才恍然大悟。只听一声宛如雷鸣般的怒吼自海岛之中传来，那本平静的海岛竟然开始变化，一张大到无法形容的大嘴
自海岛的底部浮现而出，正在缓缓张开。当那嘴巴张开之后，一种令人作呕的恶臭便散发而出，而那嘴巴中的大牙更是吓了楚风一跳。每颗牙齿都有10几米粗、几十米长，不但尖锐无比，更是布满黑色的血渍。而就是这样的牙齿，竟有数十颗密密麻麻地排在那大嘴之中。那大嘴张开之后，对着海蛇便一口咬了下去，竟直接将3条海底巨蛇给吞到了其中。巨嘴咀嚼之间，大片的鲜血不断溢出，瞬息染红了那片海域。见到这一幕，剩下的几条海底巨蛇吓得惊慌失措，先是发出一声胆怯的声音，便赶忙爆发出极快的速度，钻入海底深处，想要逃窜。可是还未走远，那海岛便再度张开大嘴，一股磅礴的吸力暴涌而出之际，在那些海蛇便在惊恐的叫声之中被吸了回来，最终纷纷落入海岛的口中，被吞了下去。这一刻，楚风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因为他已经看清了一切。那哪里是一座海岛，那根本就是一只巨大到如岛一般的海兽巨龟。这只海兽巨龟不仅体型巨大，实力也很强，它乃是一位武王强者。但是哪怕如此，楚风却也并未惧怕，不但没有快速逃遁，反而是脚步分开，踏空而立，随后左手虚拉成弓，右手虚拉凝剑，手臂摆动，手掌收放之间，数道金色的箭矢化作恐怖的箭雨从天而降，向那只恐怖的海兽巨龟爆射而去。金色的箭雨从天而降，那等威势当真是鬼神退避，异常骇人。哪怕还未落下，下方的海水便已滚滚翻腾，搅成一片。只不过就在那金色箭雨将要落下之际，那海兽巨龟也是有所察觉，身形一动，磅礴的海水便被其所控，如柱一般冲天而起，竟瞬息将楚风的攻势瓦解。将楚风的攻势瓦解之后，那只海兽巨龟便缓缓抬起了巨大的脑袋，将那一双巨大无比、绽放着血色光芒的双眼投向了楚风。那双眼可谓凶光毕露，但是他却并没有对楚风动手，而楚风也不惧怕，反而微微一笑，对着那海龟做出了一个鄙视的手势。那海龟似是看懂，发出了一声愤怒的咆哮以作抗议，但最终却收回目光，将头埋入海水之中。随后只听隆隆巨响传来，其周遭的海浪左右翻涌，上下奔腾。那海兽巨龟不但没有对楚风动手，反而向远处游去。而在海兽巨龟离去没有多久，那飘荡在海面上的海蛇血液竟然开始凝聚变化，最终化作了10几条海蛇。那海蛇与先前被海兽巨龟吞掉的一模一样，但是它们如同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活灵活现，在那片海域盘旋一阵后，便各自分散，向远处游去。真是不简单，此处还真是一座修炼武技的圣地。这一刻，楚风的嘴角掀起了一抹微笑，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这里的特殊性。这空间是独立的，可以说楚风在这个世界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无论是山脉，还是海洋，或是这个世界的所有生物，全部都是假的。这里一起的一切都强大的阵法凝聚出来的，他们不会伤害楚风，但他们会抵挡楚风的攻击，也会躲避楚风的攻击。就算他们被楚风摧毁，或者被其他存在摧毁，也会得到重生，因为他们存在的价值就是被人攻击，他们就是用来练习武技的最好存在。而在搞清这里的玄妙所在后，楚风更加好奇，此处的主人究竟是谁，竟然能够布置出这么强大的阵法。但是这里本身就是一个谜，楚风又怎么能够知道这里的主人究竟是谁呢？既然不知，就索性不想。楚风开始闭上双目，重温的晋苍冥斩的修炼方法。得晋苍冥斩，苍冥大帝2000岁所创，召唤苍冥之气，毁天灭地，乃是的劲武技中最上乘之作。修炼此技者，需身强体壮，拥有王级武力之体。武王以下者禁止修炼，否则反噬之力，轻则久病难愈，重则魂飞魄散，当场毙命。得晋苍冥斩很复杂，但是简单一点说，就是通过特殊的手段，结合王级武力，凝聚出一种叫做苍冥之气的东西，再将这苍冥之气释放而出，造成可怕的破坏，这便是的晋苍冥斩。只不过先不说凝聚的晋苍冥斩非常之难，就算凝聚出来了，因为地晋苍冥斩对肉身的伤害很大，尤其是在其有体内释放到体外那一刻，更是对肉身有着巨大的冲击，这才导致的晋苍冥斩对肉身的要求很高。因为如果肉身不够强壮，就根本无法承受苍冥之气的冲击，哪怕就算凝聚出了苍冥之气，可还没等到攻击到敌人，恐怕就已经将自己摧毁了。但是这对楚风来说，这都不是问题。楚风的肉身本就强悍，如今踏入武军境，肉身又进一步，而那雷霆铠甲不仅可以提升楚风一品修为，增强楚风战力，更是能够加强楚风肉身。所以只要有了淡淡的帮助和雷霆铠甲的守护，楚风的肉身还是能够承受得住苍冥之气的，至少在短时间内承受一次可以，虽然也会遭到反噬，但是至少能够承受。至于王级武力，楚风不是武王，根本就没有王级武力，可虽然他没有，但是他的王兵却有。王兵本就是由王级武力打造而成，不仅蕴含着强大的王级武力，更是可以召唤王级武力，所以只要有王兵银龙枪在手，王级武力也不是问题。眼下对于楚风来说，唯一的难处便是如何凝聚出地晋苍冥斩，真的很难，可以说非常非常难。莫说寻常武军，哪怕是寻常的武王，没有数年的修炼，也休想凝聚而出，由此可见他的难度有多大。但是楚风还未修炼，就已经大概找到了凝聚的套路，他需要的只是熟练，熟练的掌控这一方法，掌握那苍冥之气。可以说以楚风的领悟力，这的晋苍冥斩绝对可以修炼成功，他需要的只是时间罢了。并且楚风已经预感到了这的晋苍冥斩的威力有多强大，若是修炼不成也就罢了，若是修炼成功，哪怕是武王强者，楚风也是能够一战。不知不觉间，距离楚风进入武技修炼塔已经过去了足足2个月。
这2个月的时间，春武、紫菱、苏柔、苏美4个丫头每日都会一起给楚风送食物。虽然一直未曾见到楚风，但是所送的食物，楚风几乎每日都会吃得干干净净。这也就让他们知道楚风过得很好，所以并未多想。可是最近3日，所送食物却没人来取。看着那积攒了足足3日的食物，春武、紫菱、苏柔、苏美4个丫头不由开始担心起来。先不说那5级修炼塔内的空间非常之大，进入其中本就有迷路的危险。再者说，那的禁武技非常难以修炼。楚风在如今这个修为修炼，本来就是自寻死路。所以当第3日过后，4个人皆是按耐不住了。春武师姐，让我们一起去找楚风师弟吧。春武师姐，已经过去足足3日了，我们真的很担心楚风哥哥。此刻，在春武所在的宫殿内，紫菱、苏柔、苏美还有张天翼、江无伤都来了。他们在请求春武让他们进入那5级修炼塔去寻找楚风。然而对于他们的要求，春武却很是为难，很是无奈地说道：“其实我也很担心楚风师弟，可是家师曾说过，那里5级修炼塔，若是楚风想去可以去，但是你们的修为是万万不可以踏入的。况且，虽然那5级修炼塔内的一切皆是虚幻，并且不会攻击我等，但是没人敢保证他们有一天会不会失控。若是失控了，莫说是你们，就算是我现在的修为，在那里面也是必死无疑。眼下楚风进入其中，久久不回，很可能是他修炼禁忌武技出了问题，但是也很有可能是修炼武技塔出现了问题。毕竟他再玄妙，可也只是一座阵法，传承了数万年的阵法，谁也不能保证他是否会一直安然运转。何况在我缥缈先锋上就曾出现过大阵出现问题的情况。春武师姐，你让我进去吧，无论生死都与你无关，只是我不能放任楚风哥哥不管。紫菱满面诚恳地请求着，甚至向来坚强的她，此刻眼中已是涌现出道道晶莹的泪花。春武师姐，求您了。与此同时，苏柔、苏美以及江无伤和张天翼皆是苦苦恳求。如今家师在闭关，我真的不知道那5级修炼塔内是不是发生了变化。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我不能让你们进去。不过我倒是可以进去找一找楚风师弟。春武说道：“怎么都在这里？离得老远就听见你们在说话，是发生了什么吗？”而就在这时，外面突然响起一个声音，向外观看，竟是秋水浮烟，回来了，并且不知为何，此刻在秋水浮烟的身后还跟着4道美艳的身影，竟是颜如玉、夏雨、冬雪和秋竹这4个丫头，竟然一同跟着秋水浮烟来到了这里。秋水前辈，您回来了，这可实在是太好了。见到秋水浮烟，春武如同见到了救命稻草，顿时大喜，因为秋水浮烟可是一位武王强者，以他的修为，哪怕是那5级修炼塔真的出现什么问题，至少也能够应对。所以春武也不隐瞒，而是一五一十的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出秋水浮烟。这个楚风也未免太胆大妄为了，那的金武技可是传说中的武技，在整个东方海域都没有人修炼过。但是从人境武技来看，也能够想象得出地境武技的修炼难度。他怎么敢在如此修为就修炼的禁武技？听得经过，秋水浮烟也顿时面容大变，责怪之余，便直接向宫殿之外行去。见状，春武等人则是赶忙跟上。起初他们本来还想为秋水浮烟带路，但是后来发现秋水浮烟却根本不用他们带路，竟然一人当先，轻车熟路的向武技修炼塔行去。而见到是他把守各个关卡的人，也是不敢阻拦。对于这一幕，春武等人很是不解，不是不解为何把守关卡的人不阻拦秋水浮烟，这一点他们都能理解。毕竟秋水浮烟与他们的师尊是挚友，这是缥缈先锋上的人，人尽皆知的事。这缥缈先锋他来去自如，谁敢拦他？但是在春武等人的记忆中，秋水浮烟并不喜欢在缥缈先锋到处乱走，他应该从来没来过这武技修炼塔才对，又怎么会知道武技修炼塔的位置所在？尽管不解，但却也没人开口询问，因为他们眼下最关心的是楚风的安危。终于，在秋水浮烟的开路下，一行人很快来到了武技修炼塔的入口。打开塔门，发现春武等人送来的食物的确全部在门口处积攒，未食过一口，所以秋水浮烟二话不说，连步一迈便进入了其中。可是刚刚进入，他便转过头来，呵斥道：“你们进来做什么？这里若真的出现问题，你们进来不过是找死。秋水前辈，我们实在放心不下，您就让我们与您一起吧。”就在这时，紫菱开口说道。而当秋水浮烟看到他们那满面的担忧和湿润的眼眸之后，顿时心软了，也没有再多说什么，而是大袖一挥，一层磅礴的金色结界一出，将紫菱等人包裹在其中。随后他身形一纵，便腾空而起，而被那包裹着紫菱等人的结界也是随着他一同起舞。秋水浮烟对此地当真很是了解，竟知道这里有一座海域，海域上的海兽众多，并且实力较强，乃是修炼武技的最佳地带，所以他便直接向那海域飞去。不过还未靠近，他们便听到了阵阵轰鸣，正连绵不断的在海域深处炸响。这一刻，秋水浮烟那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紧绷着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安逸，但是他却并未停留，而是继续向那轰鸣传来的方向飞去。终于，他来到了那轰鸣炸响的原点，只不过见到远处的一切之后，几乎所有人都是面容大变，哪怕是秋水浮烟也是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惊呼道：“这个家伙！”此刻，在那片海域之上，狂风四起，轰鸣不断，凶猛的能量涟漪如同一道道利刃，割开了虚空，斩断了大海。在那海域进行着狂轰滥炸，道道涟漪肆虐之间，就连无心路过的五军级海兽也会瞬息被轰得飞灰烟灭，威力相当骇人。而这一切的来源，竟是一道弱小的身影，那人正是楚风。此刻的楚风身穿雷霆铠甲，
手握银龙王兵，甚至在其后背之上还延伸出2道黑色气焰所凝聚的黑色翅膀。在这种变化之下，楚风的修为已经提升到了6品武军，并且战力更是惊人。那种威势，哪怕9品武军也要退避，简直可以说的上是武军境内无可匹敌。他站在那里，简直不像是一个人，更像是一个神。而眼下，楚风正挥动手中的银龙枪，不断发出凶猛的攻击。银龙枪舞动之间，一条又一条白光凝聚的银龙自银龙枪内爆射而出，张牙舞爪，吞云吐雾，向海面爆射而去，攻击着一物。那物盘旋于海域之中，兴风作浪，甚是恐怖。不仅怒吼滔天，外形更是引人瞩目。那竟是一只大到如海岛一般的巨龟。这巨龟不仅长得吓人，实力更是非凡，修为竟在1品武王。原来楚风正在凭借6品武军的修为，与一只1品武王的超巨型海龟进行战斗。楚风疯了不成，竟然挑战这只海兽巨龟。他可是这海域的霸主，以往我们来此处修炼，都是避而远之，不敢靠近。见到这一幕，冬雪一脸的震惊。不用担心，那海兽巨龟再厉害，却也只会凭借自己的力量抵挡楚风的攻击而已。因为大阵所限，他是绝对不会攻击楚风师弟的。春武解释道，但同样被楚风的行为吓了一跳，因为人们总是会对强大的事物产生恐惧。尽管他们早就知道那海兽巨龟受大阵所限不会攻击他们，但是还是避而远之，不因别的，只因为对方太强大，万一失控的话，那他们可就将必死无疑。可是他们不敢做的事，楚风却正在做。不愧是我楚风师弟，他的战力实在太强大了。虽然此刻的修为只是6品武军，但是他的这种战力竟然能与武王抗衡，真是令人羡慕啊！张天翼很是兴奋，他以楚风为荣，未能有楚风这样强大的兄弟而感到骄傲。再强也无法与武王抗衡，他也就是看那海兽巨龟不会攻击于他，所以才敢这般。若是那海龟巨兽能够攻击于他，他早就死翘翘了。武军再强也是武军，怎么可能与武王抗衡？连武军巅峰都做不到，就别说他了。可是就在这时，那冬雪却是撇了撇嘴，反驳了张天翼的看法。自从武文仙境之后，他与夏雨曾多次与楚风套近乎，但却碰了一鼻子灰，所以确定楚风不会再与他们亲近之后，他们也干脆不再自讨不快。不过以他们的性格，自然会怨恨楚风。其实这次他们之所以选择来到此处，并不是为了寻找楚风，实际上是想看楚风到底死没死。要知道在他们的心里，巴不得楚风死掉。但是看到这一幕后，他们不仅失望，更是震撼。楚风越来越强了，已经远远的将在他们甩在了身后。可是在他们眼中，这可不是什么好事。你的意思是我楚风哥哥不如武军巅峰吗？而冬雪此话一出，自然引得众人不满。紫菱首当其冲，质问起夏雨。楚风师弟的确厉害，但是却也是靠着特殊手段罢了。他若没有王兵，没有那些特殊手段，能够胜过比他修为高的人吗？冬雪撇了撇嘴，虽然紫菱是天赐神体，可是如今修为很弱，他自然不怕紫菱。给我闭嘴！可就在这时，秋水浮烟突然怒喝一声。他这句话尽管是呵斥众人，可是他那不善的目光却是看向冬雪的。见到这种目光，冬雪顿时内心一颤，本是高傲的小脸被吓得煞白，低下头去，不再言语。就在这时，楚风却突然停止了疯狂的攻击，而是踏空而立，双眼紧闭。而与此同时，楚风的所在的那片虚空竟然开始微微颤动，并且由弱转强，那种颤动也来越强烈，甚至已然在虚空之上浮现出了道道裂痕，一股极为强大的气息将那虚空镇压的都要粉碎。在这种变化之下，磅礴的武力宛如飓风一般向楚风汇集而去。面对那如此磅礴的武力，哪怕是秋水浮烟也是眼前一亮。身为武王兼金袍界灵师的他，能够感应得到那武力的流动，更能分辨出那乃是王级武力。凝聚如此磅礴的武技，这可是他这位武王都无法做到的。可是眼下楚风却做到了。这一刻，秋水浮烟目不转睛，紧紧地凝视着楚风，因为他心里有一个疑问，这个疑问便是楚风该不会真的修炼成了的劲武技吧？想到这里，他简直不敢想了。先不说的劲武技的修炼难度，单单是这2个月的时间，这也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才对。然而就在这时，楚风的双眼猛然睁开，与此同时，一股极为凌厉的气息也是自其眼中浮现而出，射向那只海兽巨龟。见到楚风那凌厉的目光，那海兽巨龟血红的双眼便是一闪，竟然发出一声胆怯的低吼。与此同时，他体内爆发出磅礴的气势，身形急速转动，海浪滚滚之际，竟然想要逃遁，可为时已晚。还不待那海兽巨龟逃开，楚风的体内便爆射出一道道血红色的气体。那气体很是诡异，形态似利刃，却又似游蛇，不仅密密麻麻数不胜数，更是发出鬼哭狼嚎，极为瘆人的声音，就宛如他们是来自地狱的小鬼一般。最主要的是，当那血红色的气体出现之际，顿时天的变色，它们不仅蕴含着恐怖的力量，且速度更是快到惊人，只是眨眼的功夫，便覆盖那片天地，将那海兽巨龟封锁在了其中。而这一刻，楚风的嘴唇蠕动，一字一句地说出了5个大字的晋苍明斩，一声落下，宛如幻军之令。那诡异而恐怖的气体，在一阵鬼哭狼嚎之间，便夹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向楚风目光所投之地汇集而去。最终，只听一声巨响，一道刺眼的斩击便在那海中浮现而出。当斩击浮现之际，那毁天灭地的气息也是爆发开来，瞬息吞噬了那片海域。毁天灭地的斩击爆发开来，仿佛没有什么能阻挡它的破坏。血红色的能量涟漪扩散至极，宛如一个巨大的血池，又似一张血盆巨口，
在那鬼哭狼嚎的咆哮声中，吞噬着那其中的一切。那方海域已是化作地狱，望着那诡异而恐怖的血红色涟漪，在场之人无一不是大惊。夏雨、冬雪等人更是吓得脸色苍白，忍不住倒吞了一口唾沫，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武技，无论是气势还是威力，都是那么的恐怖。若不是亲眼所见，他们绝对不会相信这么恐怖的斩击是由楚风这位武君所发出的。事实上，莫说是他们，哪怕是见多识广的秋水伏烟，此刻也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以极为震惊的语气说道：“他竟然真的成功了，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内，修炼成了传说中的劲武技。秋水前辈，你是说楚风刚刚所施展的乃是的劲武技？”听得秋水伏烟的话后，夏雨与冬雪二人吃惊的张大了嘴巴。其实，在这缥缈先锋上是有一种人劲武技的，但是因为那人劲武技实在太难，这导致他们现在也未能修炼成功。而的劲武技可是传说中的武技，据说的劲武技的修炼难度可是人劲武技的数10倍，他们连人劲武技都难以掌握。可是楚风居然掌握了的劲武技，这叫他们如何能不吃惊？这等威力的武技，你们有见过吗？秋水伏烟并未直接回答，但是他的这句反问，却已经侧面的给予了夏雨与冬雪答案。你们2个聋了不成？难道没有听见刚才我楚风师弟所说的话？他施展这斩击之前，已经明确喊过的劲苍冥斩，难道这还会有错？张天翼冷声讽刺道。他早就看夏雨与冬雪不爽了。这一刻，夏雨与冬雪满面无言。事到如今，他们不得不接受楚风在短短2个月时间内掌握了的劲武技的事实。只不过这一事实实在是太过惊人了，若是传出去，肯定会再度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而就在这时，那狂暴的血红色涟漪之中，竟再度传来一声怒吼。虽然那声音衰弱了不少，可那个声音的确是海兽巨龟无疑。那个家伙居然没死！果不其然，当那血红色的涟漪渐渐消散之际，人们能够看见那海兽巨龟渐渐浮现而出。这个庞然大物竟真的没死，虽然没死，但死在他那坚不可摧的龟壳之上，却出现了数道裂痕。此刻自那裂痕之中，正不断流出大量鲜血，那片海水然已被其鲜血染红。这只海兽巨龟虽然没死，但却也身负重创。突然之间，天际之上的楚风却是喷出了一口鲜血，随后身形开始一阵摇晃，险些自高空之上摔落而下。楚风！这一刻，秋水伏烟最先反应过来，身形一纵，便来到楚风身旁，搀扶住了楚风。当秋水伏烟搀扶住楚风之时，楚风身上的雷霆铠甲以及黑色气焰所形成的翅膀，则是开始消散。在这种变化下，楚风的气息不仅恢复到了五品武君，并且气息比先前虚弱数倍，甚至此时此刻，秋水伏烟能够感觉到楚风浑身的骨头尽碎，肌肉皆被撕裂，他的肉身几乎被毁了一半。由此可见，楚风虽然成功的施展出了的劲武技，但却也的确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秋水前辈，这的劲武技可真难修炼啊！当楚风看到秋水伏烟之后，先是苦笑一声，随后脑袋一歪，便陷入了昏迷之中。你这家伙连武王都不敢轻易修炼的劲武技，你用短短2个月时间修炼成功，居然还喊难，还让不让我们这些人活了？对于楚风昏迷前的这句话，秋水伏烟倍感无奈。秋水前辈，楚风没事吧？与此同时，紫菱等人也都赶了过来，看着那脸色苍白、已然昏迷的楚风，很是担忧。放心吧，没事。以他如今的修为，施展出了得劲武技，只是这样的反噬算轻的，你们不用担心，休息几日就好了。秋水伏烟笑了笑，随后便带着楚风离开了这武技修炼塔。而楚风这一昏迷，便足足昏迷了几日时间。当楚风醒来之际，浑身上下还有着些许痛感，但是却也并无大碍，绝世奇才。终于醒了。楚风刚刚醒来，还没搞清楚自己在哪，一道温柔的声音便传入了耳中。侧目望去，秋水伏烟正向自己走来。只不过此刻的秋水伏烟却并未用面纱遮盖住面容，而是露出了她那美丽的容颜。虽说如今的秋水伏烟已是迈入中年，可是她的容颜却像是一个20几岁的大姑娘，并且那种经历过岁月的成熟气息，更是让她显得更加迷人。这位曾经东方海域的第一美人，果然名不虚传。秋水前辈，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楚风苦笑着挠了挠头，怎么开玩笑了？2个月的时间，修炼成了传说中的劲武技，你这绝世奇才的名字可谓当之无愧啊！实不相瞒，当初的皇甫皓月也远不如你。秋水伏烟很是赞赏的道：“修成，我哪里有修成，不过是刚刚入门罢了。”然而对于秋水伏烟的夸赞，楚风却是摇了摇头：“只是入门，难道你还没有彻底掌握那的劲武技？”听得此话，秋水伏烟有些意外：“当然没有，这的劲苍冥斩实在太难修炼了，总共有9斩，每一斩的威力都要翻上1倍，但是对身体的压力也要翻上1倍。以我现在的肉身强度，只能施展出1斩而已。若是能够施展出完整的9斩，那只海龟巨兽又怎么可能只是身负重创，早就飞灰烟灭了？”楚风说道：“按照你这么说，这的劲武技的威力还真是远非人劲武技可比，相当的可怕呀。”而听得楚风的讲述后，秋水伏烟不由吃了一惊。只不过可惜，现在的我还无法彻底掌握，并且施展之时准备的时间太久，很难在战斗中使用。楚风说道：“放心吧，以你的天赋，彻底掌握这个劲武技也是早晚的事，不必急于一时。”见楚风有些失落，秋水伏烟笑着安抚道：“秋水前辈，你可有找到皇甫前辈？”楚风问道。对于楚风的问题，秋水伏烟则是摇了摇头，但是很快又说道：“虽说没有还找到皇甫皓月的下落，
但是我此行却是发现了一些事情，相信这些事情你一定很想知道。秋水前辈，是什么事？楚风问道。是关于残夜魔宗的事。本来我是不打算告诉你的，因为这不是什么好事，我怕你得知后会冲动。但是毕竟你是残夜魔宗的人，左思右想，还是告诉你为好。秋水拂烟道。秋水前辈，究竟是何事？听得此话，楚风有些不安，他下意识地觉得很可能是残夜魔宗遇到了什么麻烦。如今诛仙群岛与残夜魔宗的战斗已经彻底蔓延开来，双方你来我往，各有损伤。不过因为残夜魔宗一直处于暗处，所以诛仙群岛也一直处于吃亏状态。可是我寻找黄甫皓月的途中，无意间看到烈火神鸟的族人在与诛仙群岛的人接头。这两个势力本来毫无交集，又因为早就传出诛仙群岛向三大妖族发出联盟邀请，一同对付残夜魔宗的事，而那烈火神鸟族刚好是三大妖族之一。所以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们很可能已经联盟了。这两大势力要联手对付残夜魔宗，所以我便偷偷潜入，听了一下他们的交谈。而听到他们的对话之后，也的确如我所料，他们联盟了，并且正在策划向残夜魔宗反击。秋水拂烟说道：“他们要怎么做？”听得此话，楚风猛然站起身来，他当真是坐不住了。不管怎么说，他如今都是残夜魔宗的人，不可能在残夜魔宗有危险的时候坐视不理。诛仙群岛的高手有限，现在战事频发，所以如今诛仙群岛所有武王级的强者几乎都在坐镇一方，守护重要领地。你残夜魔宗很清楚这一点，所以绝对不去攻打有武王高手镇守的领地，专门派出高手去袭击那些没有武王强者镇守的领地。虽然手段略显卑鄙，但是的确让诛仙群岛吃了大亏。如今诛仙群岛就是要通过这一点来向残夜魔宗进行反击。他们故意放出消息，让慕容寻和一干强者离开诛仙群岛，好吸引残夜魔宗的高手来袭。残夜魔宗一直在监视着诛仙群岛武王高手的动向，所以在确定诛仙群岛没有武王高手出动的情况下，肯定会派出武王强者去伏击慕容寻。但是残夜魔宗的人不会知道，其实在慕容寻所率领的队伍中，有着2位烈焰神鸟族的武王级妖兽隐藏其中，并且那2位武王级的妖兽很不简单，乃是烈焰神鸟族的2位护法。虽说他们2个也只是一品武王，但是他们具有妖兽独有的血脉之力，有着极为恐怖的合体技，那并非寻常的一品武王能够抗衡的。若是你残夜魔宗真的派出高手去的话，去2位武王强者那还好说，若是只派去1位，那么就等于自寻死路。可是若是你残夜魔宗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圈套的话，就肯定只会派出1位武王强者，所以你还是通知一下你残夜魔宗的人吧，叫他们不要中计。秋水拂烟讲述道。而听到这里，楚风顿时眉头紧皱，随后道：“他们能够联系得到我，但是我根本联系不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行踪，根本就无法通知他们。若是这样的话，那还真是不好办了。”秋水拂烟也是摇了摇头：“秋水前辈，你可知道慕容寻他们此次是准备去哪？途中又有哪里是最适合埋伏的？”楚风问道：“我之所以犹豫要不要告诉你，就是怕你乱来，那可是一个圈套。难道你准备为了救他们，自己往里钻吗？要知道，你如今可是诛仙群岛最想杀的人。”见楚风这么问，秋水拂烟顿时就明白了他的意图。可是秋水前辈作为一个男人，应当以义字当先，这件事我不知道也就罢了，既然我知道了，就绝对不能坐视不管。我想换做残夜魔宗的人，知道我有危难的话，也一定会来救我的。如今我已经有了一定自保的能力，哪怕是武王强者，也未必能够对我怎样，至少他们休想杀了我。何况我又并非自投罗网，只是想在残夜魔宗的人有所行动之前阻止他们而已。楚风解释道：“楚风，你不要这么固执。首先，你与残夜魔宗的人并没有那么亲近，为他们冒险本就不值。再者说，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紫菱、苏柔和苏美这3个丫头考虑吧。你知道你每次出去之时，他们3个有多担心你吗？你若平安无事也就罢了，若是你真的出现什么3长2短，你觉得他们还会苟活吗？”秋水拂烟很是严厉地说道。这一刻，楚风的脸上很是为难，他不是不明白这些道理，但还是说道：“秋水前辈，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但是秋水前辈，你也不想我做不忠不义之人吧？我想紫菱、苏柔和苏美，就算他们知道此事，也一定会支持我的。算了算了，我犟不过你，但是此行真的很危险，为了保证你不出意外，我就随你一同去吧。”最终，秋水拂烟很是无奈地说道。见秋水拂烟竟然要与自己同行，楚风顿时大喜，赶忙说道：“多谢秋水前辈，您对我真好。”秋水拂烟乃是武王强者，并且是焚天圣教的圣女，虽然只是一品武王，但是他的实力肯定不弱，有他同行，楚风也是信心倍增。而决定之后，楚风2人也不犹豫，与紫菱等人打声招呼后，便即刻启程。毕竟这是救人性命的大事。途中，楚风也是从秋水拂烟口中得知，慕容寻等人离开诛仙群岛的总部，乃是前往诛仙群岛另一个重要的领地，去取一件重要的物品，一个叫做远古金刚铁的铁矿。据说那乃是来自远古的一种铁矿，虽然并非修炼资源，但却价值非常，乃是可以炼制王兵的主要材料。虽然如今的东方海域没有黄袍界灵师，所以没人能够炼制出王兵，但是炼制出仿制的王兵还是可以的，也就是俗称的半成王兵。那远古金刚铁的数量很多，若是大规模的炼制出半成王兵的话，那么对于诛仙群岛的总体战力将会得到极大的提升。并且从秋水拂烟口中得知，诛仙群岛散播的消息是真的，诛仙群岛的确挖出了大量的远古金刚铁，而慕容寻他们也的确是要去将那远古金刚铁
带其回诛仙群岛的总部来炼制半成王兵。不过他们却也趁着这个机会，故意放出风声，想要摆残夜魔宗一道。而楚风下定决心，绝对不能让诛仙群岛的阴谋得逞。那挖出远古金刚铁的领地叫做狂风平原，因为狂风平原内有着一座远古矿区，所以是诛仙群岛最重要多了领地之一。据说镇守这座领地的乃是诛仙群岛9仙之中的第6仙。第6仙与第7仙和第8仙一样，都是1品武王，但是他的战力却远胜其他2位。据说第6仙的战力可是2品武王也能一战的。所以说，这第6仙虽是1品武王，可因战力极强，残夜魔宗为了保险起见，肯定不会直接去袭击狂风平原。又因残夜魔宗也很想得到那远古金刚矿，所以多半会在慕容寻等人自狂风平原内将远古金刚矿取出后，再在途中伏击。这样一来，不但能得到远古金刚矿，更是能够抓住慕容寻，这当真是一举两得。可是他们又怎么知道，等待他们的乃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但是当楚风与秋水伏烟通过传送阵抵达可以伏击的地方之时，就得到了一个不妙的消息。原来早在几日前，慕容寻就已经率领诛仙群岛的高手前往了狂风平原。若不出意外，如今慕容寻等人很可能已经自狂风平原拿到了远古金刚铁，正在回返的途中。所以这可真是急坏了楚风，因为残夜魔宗的人若真是来了，多半早就设伏，眼下很可能已经中了诛仙群岛的圈套。楚风不要急，就算为了你，我也不会袖手旁观的。诛仙群岛请来了烈火神鸟族的2位护法，但却绝对想不到我也会来到此处帮忙。若真的残夜魔宗已中圈套，那也没什么大不了，咱们破了他们的圈套就是。烈焰神鸟族的烈焰很是厉害，但我会告诉他们，最强的烈焰乃是我焚天圣教的焚天烈焰。见楚风心急火燎的，秋水伏烟开口劝道：“秋水前辈，将您牵扯到我残夜魔宗与诛仙群岛的争斗之中，真是抱歉。”对于秋水伏烟的这番话，楚风很是感激。可是眼下残夜魔宗的人的确是大难临头，尽管让秋水伏烟出手，会让秋水伏烟成为诛仙群岛的死敌，但是楚风却也不能拒绝。毕竟，若残夜魔宗真的中圈套，以他的实力是没办法解救的。可是秋水伏烟若出手，却多少具备一些扭转战局的能力。傻小子，你这说的是哪里的话？那诛仙群岛惦记我焚天圣教的领地，已不是1日2日，我与他们早就是敌对之势，早晚都要撕破脸。晚一天不如早一天，反正我焚天圣教如今只剩我一人，我来去自如，他们能奈我何？秋水伏烟淡淡一笑，倒是一脸从容，丝毫没有惧怕诛仙群岛之意。听得秋水伏烟的话后，楚风也是不由一笑，内心的愧疚顿时递减不少。因为秋水伏烟说的很对，哪怕不是为他出手，但秋水伏烟实际上与诛仙群岛已早是敌对之势。有人来了，可是突然之间，楚风眉头微皱，他为寻找残夜魔宗之人，将精神力扩散而出，感应力极为敏感，所以尽管来者还有一段距离，却也发现了对方。而这一刻，秋水伏烟也是察觉到了不对，但他却并未惊慌，反而嘴角掀起一抹微笑。这来者竟是熟人，他们既是自狂风平原而来，也许会得到一些情报。秋水前辈，你认识那来者？楚风问道。乃是鸳鸯台的人，你先不要出声，由我询问他们一番。秋水伏烟说道。见状，楚风点了点头，与此同时运用百变面具将其面容变换，随后也是隐藏修为，宛如随从一般，跟在秋水伏烟身后。秋水伏烟故意减缓速度，不急不慌地向前飞行，果然没有前行多久，自前方便迎面飞来几道身影，那是5位老者，身穿朴素布衣，修为皆在5军巅峰。虽然秋水伏烟面纱遮脸，但是他们却认识秋水伏烟这身行头，所以见到秋水伏烟，则是赶忙飞了过来，在100米外停身拱手，试探性地问道：“前方之人可是鸳鸯台的秋水道姑？几位许久不见啊！”秋水伏烟笑着说道：“还真是秋水道姑。”听得秋水伏烟的声音，那5位老者大喜，已然确认了秋水伏烟的身份，于是赶忙凑了过来。其中一位更是说道：“秋水道姑，你这是要去狂风平原吗？”“正是。”秋水伏烟点了点头。“我劝你还是别去了，如今前往狂风平原的途中可不太平。”那人劝道：“为何不太平？莫非发生了什么？”秋水伏烟故作不解地问道：“实不相瞒，我们之所以来到此处，乃是被求劲儿来。”那老者很是无奈的道：“求劲儿来，这是何意？”秋水伏烟问道：“前段时日，有诛仙群岛的强者来到鸳鸯台，以邀请为由，将我等强行掳走，被直接带到了狂风平原诛仙群岛的领地之中。起初，我等还很担心是不是得罪了诛仙群岛，诛仙群岛要对我等不利。不过后来，又不断有散修高手被诛仙群岛的人抓来，甚至还有许多小型宗门的宗主也被抓到了狂风平原内，并且对我们好吃好喝的招待。除了限制我等自由外，对我们更是恭敬有礼，似乎并非是要对付我们。我们问他们抓我们来此究竟为何，他们也不告知，只是说请我们来到此处是为了见证一场好戏。而在今日，他们终于将我等放了出来，我们也终于知道他们所谓的好戏是什么。原来诛仙群岛与烈焰神鸟联盟一起设下圈套，引诱残夜魔宗的人上钩，要将残夜魔宗的高手一网打尽。眼下残夜魔宗的人马已经中套，正在遭受诛仙群岛和烈焰神鸟族的人马残杀。对于这场所谓的好戏，我等无心观赏，所以便离开了。那位老者详细的讲述道：“秋水道姑，眼下诛仙群岛与残夜魔宗的人还在交战，你千万不要过去，否则若是今日之事传出去，天知道残夜魔宗的人会不会觉得我等已与诛仙群岛同流合污？若是他们恼怒之余将怒火牵连我们，那可就不妙了。快随我等一同离去，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另外4位老者也是劝道。而听到这里，楚风则是双拳紧握，气得怒火攻心。他怎么也想不到，这诛仙群岛会这般卑鄙。
不但设下圈套，更在事先找来了观众，这是有意要侮辱残夜魔宗。楚风，我们走。事实上，不只是楚风动怒，哪怕是秋水伏烟也看不下去了，抓住楚风，身形一纵，便瞬息消失不见，以最快的速度向狂风平原的方向飞掠而去。这一刻，只留下那5位老者站在原地，他们神情僵硬，面面相觑，一同说道：“刚刚秋水道姑好像说他旁边的那位年轻人是楚风。”说出此话，5位老者的面容瞬息大变，突然意识到自己闯下了大祸，二话不说，玩命的向远处逃遁而去。狂风平原的万里之外，聚集着大量的人群，他们修为皆是不弱，大多数都是5军巅峰，虽谈不上顶级强者，但在东方海域也都是占据一方、小有名气的人物。此刻，他们正在围观着一场争斗，一场东方海域最强的2座势力的争斗，那便是诛仙群岛与残夜魔宗。眼下，那平原之上的土地洒着片片鲜血以及些许残肢，只有少部分人还保持着完整的遗体，而他们此刻都已没了生命气息。这些人除了少部分是诛仙群岛的人外，大部分都是残夜魔宗的人，并且都是5军级的高手。天际之上有着2道战圈，一道战圈水火交加，遮天蔽日，威势异常骇人。那其中有着4道身影，你来我往，攻防不断。其中2位身穿火红色的长袍，明明是年纪轻轻的男子，头上却别着绚丽的羽毛，身上也是穿戴着许多珠宝首饰，打扮的男不男女不女，像是2个人妖一般。事实上，这2位本来就不是人，真的是妖，因为他们是妖兽，正是烈焰神鸟族的2位护法。而此刻与这2位护法交手的，乃是2位老者。这2位老者，一位有着一头红色长发，烈如火焰；另一位有着一头蓝发，柔和似水。此刻正分别掌控着磅礴的水火，与烈焰神鸟族的2位护法激烈交战。而他们2人便是残夜魔宗大名鼎鼎的水长老与火长老。4位武王的战圈异常激烈，无论是诛仙群岛的人，还是诛仙群岛请来的观众，都是不敢靠近，生怕被那狂暴的涟漪卷入其中。毕竟对方太强了，哪怕是一道余波，也足以斩杀5军境的强者。而除了这一战圈之外，还有着一个战圈，同样引人瞩目。那同样是4道身影，皆是有着8品5军的修为，但是他们并非2对2，而是1对3。之所以会如此引人瞩目，因为他们被誉为如今东方海域最顶尖的天才，正是东方海域的少岛主慕容寻，以及残夜魔宗3大护法的弟子玄霄超、幽童寒、扶风明。此刻他们4个正在交战，但是与当日在罪恶峡谷相比，慕容寻却没有了王兵，所以他此刻握着的乃是一件半成王兵。至于玄霄超3人也同样如此。可是哪怕慕容寻手持的是半成王兵，但战力却也极强，竟然将玄霄超3人逼得连连败退，甚至3人的身上已是不同程度的出现了伤痕。他们以1敌3，竟也不是慕容寻的对手。诸位看到了吗？这就是残夜魔宗的废物，他们就知会以多欺少，以强欺弱。这些日子他们没少有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袭击我诛仙群岛的人，当真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今日我诛仙群岛就是要让世人知道，残夜魔宗若不以多欺少，不以强欺弱，而是同等实力下对决的话，他们根本就不堪一击。突然，一道响亮的声音响起，那来自一辆巨大的战车之上，在那战车之上，整齐的站立着足有数千名诛仙群岛的高手，而在战车的最前端，则坐立着一位两鬓斑白却又满头黑发的老者。这位老者双目如鹰，不怒自威，此刻竟坐在10位5军巅峰的强者身上。而仔细一看，那10位5军巅峰的强者，竟是金袍10兄弟。此刻的金袍10兄弟，一个个浑身是血，身负重创，尽管很是愤怒，但却根本无法摆脱那位的压制，只能一个落着一个，任由那位老者坐在他们的身上，忍受着这份羞辱。但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那坐在他们身上的，乃是一位武王强者，并且不是普通的武王强者，他便是镇守狂风平原的第6仙。为了以防万一，第6仙也是暂时离开领地，跟随慕容寻等人出征。所以哪怕这一次残夜魔宗派来了水星王与火星王2位武王，但却也完全不是诛仙群岛的对手。在烈火神鸟2位护法将火星王与水星王牵制住的时候，第6仙便大开杀戒，将残夜魔宗的人斩杀了一个干净，只留下了金袍10兄弟玄霄超、幽童寒、扶风明，还有水星王与火行王。那第6仙为何不出手，直接了断了残夜魔宗的人，反而让他们对决？这样下去就不怕生变故吗？眼见着诛仙群岛明明能快速解决战斗，但却没这么做。围观之人中有人感到不解，你可真是笨死了，这还看不出来？之前诛仙群岛的人将我们软禁，说有好戏给我们看，你以为是什么？现在的一幕就是他们要给我们看的好戏，他就是要让他们对决，让烈焰神鸟族的2位护法灭掉残夜魔宗的水星王与火星王，再让慕容寻灭掉3大护法的弟子。这样一来，不但能彰显出他诛仙群岛的强大，更是能对比出残夜魔宗的无能。他是想告诉全天下的所有人，若是同等实力的高手对决，残夜魔宗绝对不是他们诛仙群岛的对手。有看出端倪的人偷偷解释道：残夜魔宗的无耻之徒，如今本仙不出手，给你们一个公平对决的机会，你们只要有一方能够胜出，今日就放你们安然离开。只怕给你们机会，你们不中用啊！水行王、火行王，你们这2个老东西是怎么了？当年的你们不是很威风吗？到底是真的老了，还是你们本来就不中用，只能狐假虎威啊？那3个小子，你们也太废物了吧！水行王和火行王好歹是公平对决，怎么你们3打1也打不过？怎么这么没用？看来3大护法的弟子也不怎么样嘛。听得众人议论，第6仙更显得意，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就是要当着众人的面对残夜魔宗进行羞辱。
残夜魔宗本来就是一群无耻之徒，只懂得派修武多年的老狗们，背地里偷袭我诛仙群岛的小辈。若是正面对决，根本就是一群窝囊废。你们说是不是啊？慕容巡手持一把金色的大刀，与玄霄超三人交战的同时，他也是冷笑连连，讽刺不断。那阴险的脸上满是猖狂之色。